大家好，我是解说 Remember，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天下英雄的赛事复盘。随着 LPL 季后赛临近，各大战队底牌进出，战况焦灼，所以本期深度复盘就为大家带来了进攻的艺术、全球流落地秒杀体系，让对手体验瞬间爆炸的极致套路。接下来，让我们走进2017年 LPL 春季赛第8周 IG 对上暧昧的第一场比赛，跟着我一起让脆弱的后排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绝望吧。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套路的主角们，全场飞奔的丛林猛兽雷恩加尔，每个男人都要顾好的上单圣，以及随时封锁峡谷坐镇中路的大比法师塔利亚。这3个角色位置虽然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拥有超高的机动性，大招具备全球流的支援特点，这是一个善于抓机会以及找节奏的阵容。选择了这个阵容 ，IG 的双刃线打得自然是非常的舒服，因为自己上中野3名队友都可以给予随时的支援，他们只要贯彻4个字的简单战术思维，就是压线推塔。而 ADC 有了破败王者的出装过后，在中期团战的生存能力有了显著的提升，而下路一血塔的额外经济获取，让上中双飞流的支援体系再度火热了起来。在正式进入主题之前，我们要先看一下这把 IG 所做的前期伏笔。打野的 Kid 的雷恩加尔并没有选择现在版本比较常见的 F6 峰会鸟作为开局，而是从己方的蓝 buff 开始刷起，这样刷完3级以后，会靠在地图的下半部野区，才能有效的发挥自己阵容上中野对于下路的支援能力。而这样非常规的打野路线选择，我们也是在上帝视角才有办法看得清楚。而身为局中人的暧昧，在没有入侵野位的帮助之下，他们只能凭着经验来猜测雷恩加尔的行踪。于是我们才会看到以下这个画面：南墙起了己方 F6 前往对方蓝区，想要反蓝，才发现只能闻到打野 Kid 留下来的味道，却不见蓝 buff 的踪迹。而后浪费了过多的时间，回到己方蓝区，才发现自己的蓝 buff 也被对方给反掉了。即使大梦初醒的暧昧现在得知了雷恩加尔在下半部野区，但也不可能完全放弃下路的对线。终于在4分23秒，露露妖娆的勾引让暧昧的双人鼠按耐不住体内的洪荒之力，最后还是被蹲了近半分钟的狮子狗找到机会拿下一血。如果真要找 IG 这波可能蹲点的线索，处于推线方的露露竟会比太太晚升3级，但这个细节实在太难发现了，可能只有柯南才做得到。但是如果你在路人局中下路兵线劣势，自己等级却领先的话，就要想想面前那个脆弱的辅助到底是一块蛋糕，还是捕鼠器上的陷阱喽。接着我们回到本场复盘的要点，先看一个全球流落地秒杀体系的错误教学，各位小伙伴们千万不要模仿哦。这边是哈神先开大，先看一下走位，是直接招大招过来，攻下金角，金角直接被秒了。那这样卡牌再用一下 Rookie 这边招了一个进化，但 Rookie 这波是没有闪现的，而且吃到塔的仇恨。这样好 Rookie 被秒 ，AG 这边进场是带着一个露露，而且这边 March 也是被塔追到，被控到之后 ，AG 这边要收割了，有点血崩。对于 IG 这波越塔虽成功秒杀对方 ADC 有着不错的开始，最终却迎来一个糟糕的结局。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波团战的前因后果。首先 ，IG 阵容的核心优势就是利用支援能力以多打少，以及落地秒杀的能力扩大人数差距。接下来就是一群壮汉对着一个辅助，嘿嘿，我相信你们都懂的。但是 IG 这波中野的行动其实完全处于暧昧的监控之中，这样大意的支援方式其实是完全打不出越塔强杀出其不意的效果的。暧昧有充分的时间去进行准备。得知了 IG 越下路塔的意图，暧昧的打野即刻动身前往下路防御塔支援，而暧昧的上单凯南以及中单卡牌也各自拥有传送及大招可以前往下路支援。所以即使 IG 成功落地秒杀一人，若我们算上暧昧的防御塔，两方在这波团战的人数其实均等。再加上 IG 辅助露露提早了吸引了塔的仇恨，这也导致凯南进场后轻松的以1击2，这加速了 IG 团战的溃不成军。认真的小伙伴一定还记得，这也是我们上期复盘所看过的一个问题。当然，没有一个好的战术是没有办法结束比赛的，如果有，那就执行第2遍。IG 成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完美演绎出全球流落地秒杀体系的可怕。我们来看20分钟处的这场团战，这个时候双方的人头和经济基本持平 ，IG 方的3人在上路准备越塔，中路岩雀，下路圣大招均在，已经具备了这个套路5人越塔的前提条件。反观暧昧3人守塔，卡牌有传送，下路单带的凯南传送已冷却。以路人局多数的经验判断，暧昧算上防御塔，怎么想自己都能打。这波并不认怂。
当岩雀带着胜利用大招堵截了暧昧塔下的3人退路，狮子狗也已经扑在半空，寒冰与露露从侧翼夹击。这个时候维鲁斯的处境心疼你1秒钟，我想各位从画面上就能感受得到，即便有大招也改变不了结局。维鲁斯与泰坦相继被秒，而 IG 只有康塔的狮子狗承受了一定的伤害，传送的卡牌完全不敢支援，这就是落地秒杀流的恐怖之处。因为不管你有多少人有传送能支援，当葫芦娃赶到战场的时候，爷爷已经来不及救啦。当然 ，IG 不可能凭借着这波团战就取得比赛的胜利，但是这套强开团的全球流落地秒杀体系却让暧昧束手无策，只能被牵着鼻子走。因为他们的阵容中 AD 凯南与卡牌都是打分带的英雄，这样的威胁让他们的单带危险指数直线的上升。而在正面团战中也缺乏击败 IG 的关键能力，最终被 IG 滚起雪球输掉了这一局的比赛。看到这里，一定有观众朋友要问了：如果我选择一套正面团战的大招流阵容，一波击败 IG， 这个全球流落地秒杀体系不就被破了吗？但是你要记住，这套体系最恐怖的地方在于对线期对于边路塔的快速支援能力，只要一个处理不慎，就会被滚起雪球。这也是路人局里面5人协同最难的地方。最好的做法就是拆解掉这个组合，或是加入其中。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接下来 Remember 在这里帮大家总结一下这个套路的打法以及原理分析，帮助各位开黑的小伙伴们 rank 顺利上分。首先，全球阵容最重要的2点就是协调以及同步。以5人塔莎为例，但凡这3人组任何一个不能到场或到场慢了，都很容易造成不能秒杀的效果。这一点还需要各位小伙伴们与基友多多练习默契。与之相对的，利用控制或地形限制能力，让敌方任何一人无法提早入场，都可以造成巨大的影响哦。这个阵容的另一个核心点就是秒杀，出击一定要快，要果断。狮子狗开大后，在对方必然会有支援的情况下，你没有退路，只有杀掉对方的后排，你才能取得团战的胜利。我们的任务是杀掉对方的后排，让对方的前排只能干瞪眼睛。面对这样的阵容，5人越塔强杀，想不死都相当的困难。如果在路人局真想破解，要从秒杀这个点来着手，辅助的宝石或者塔姆可以争取一些时间，等待队友的救援。这个阵容的核心理念就是支援、开团以及越塔，无与伦比的机动性与战场分割能力，可以让我们在有勇有谋的攻势中占据先机。说了这么多，各位小伙伴们赶紧找人3飞，连胜嘿嘿嘿！前沿赛事最终最新套路复盘，这里是每看一次都会得到提高的深度复盘。我是解说 Remember， 我们下期再见。